大家好，这里是看的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新型肌酸。在往期关于肌酸的4个视频中，我依次给大家介绍了肌酸的概念、作用、特点，以及对医水合肌酸做了详细的介绍。那么在今天的肌酸市场上，除了80%纯肌酸的份额，还有很多其他肌酸的产品，它们会以更高的吸收率、更少的食用量，或者更酷的科技概念引起了使用者的兴趣。那么它们都是什么？依靠何种技术为特点？比传统的纯肌酸作用如何？你是否应该尝试？今天我们就来了解并比较一下。在视频的最后，我将会把所有的肌酸产品做表格比较，便于大家清晰记忆。在下面的介绍中，我会将产品的英文列出来，因为我并不确定目前在中国大陆市场这款产品的中文名称是什么。列出英文也便于你在购买时知道是哪种肌酸。第一种磷酸肌酸，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就会想起我在前面的视频中讲过，肌酸要想有效，首先必须和磷酸基团结合为磷酸肌酸。那么直接食用磷酸肌酸会比医水合肌酸产生更好的效果，这样想对吗？可能不对。现实情况是，因为与磷酸结合，所以磷酸肌酸中每个分子中肌酸的含量为 62.3%， 而医水合肌酸肌酸的含量为 88%。 此外，磷酸肌酸未被证明比医水合肌酸有效。在大多数研究中，医水合肌酸被广泛用于研究和实际应用，但磷酸肌酸相对较少。因此，目前缺乏足够的科学证据支持磷酸肌酸比医水合肌酸更有效。同时，磷酸肌酸的价格高于医水合肌酸，所以磷酸肌酸可能是智商税。而且在食用方面，磷酸肌酸和医水合肌酸一样，需要加载期和维持期。第二种酯化肌酸，简称 CEE。CEE 经常被称为肌酸补剂未来的发展方向。先简单解释一下酯化这个概念。对于身体细胞来讲，一种物质想要进入细胞，通常需要特定的途径，例如被动扩张、主动转运、包吞作用、隧道蛋白等等。那么如果以上途径打通或者吻合，物质进入细胞的障碍就少，也就是容易进入细胞，反之则不容易进入细胞。另外有一种方式就是直接渗透进入细胞，这是通过细胞膜，尤其是脂质双层膜进入细胞的方式，这样吸收率更高，生物利用率更好。因此很多营养补剂都会经过酯化处理，增加吸收和利用，例如酯化 VC。 因此以后再听到酯化啥啥的，你就应该知道这是一种穿透细胞膜的吸收途径。那么酯化肌酸就是将肌酸与脂肪酸结合，形成脂肪酸肌酸酯，它的吸收率比普通肌酸高出10倍。同时 CEE 的优势不仅包括吸收更快，而且所需剂量更小。还有酯化肌酸被认为能将所有的水分吸入肌肉细胞中，而普通肌酸会使一些水分滞留在细胞外，导致看起来皮下的水分增加，也就是会有水肿的感觉。因此酯化肌酸增加的是肌肉的重量，而普通肌酸除了会增加肌肉重量以外，还会增加身体的水分的重量。但是这个说法仍然需要更多科学研究来确认。在食用方法方面， CEE 声称因为已经提高了本身的吸收率，因此不需要额外的载体，而且也不需要加载期。但是这里有个严重的 bug， 是否需要载体是吸收问题，是否需要加载期是肌酸的储备问题，这是两件事儿。不过 CEE 产品的厂家都没有给加载期的推荐，可见酯化肌酸打的是吸收这张牌。因为纯肌酸的作用强大，所以吸收的情况是打败纯肌酸的利器。那么我们来先分析一下，为什么纯肌酸被吸收利用这件事儿困扰。第一个问题就是肌酸稳定性不好，进入胃部以后，胃酸会将肌酸分解为肌苷，这样肌酸的吸收利用效果就会变差。第二个问题就是纯肌酸的溶解性不好，物质的溶解性越高，它在液体中分散的越均匀，越容易被身体消化吸收。相反则被小肠吸收的越低，自然产生消化问题。纯肌酸放入水中可以看到颗粒，可见溶解度堪忧。基于稳定性和溶解性，其他的肌酸产品就粉末登场了。柠檬酸肌酸，它是肌酸与柠檬酸的结合物。柠檬酸属于一种弱酸，比纯肌酸增加了稳定性。其次，柠檬酸肌酸在水中溶解的更好，减少纯肌酸因为不能完全溶解
给胃壁带来的刺激。因此，柠檬酸肌酸的食用量可以比纯肌酸少很多，但是相应的劣势也就出现了，因为是结合物，所以它每克仅含有400毫克的活性肌酸，而且价格贵。下一款 Cryalkaline， 我也说不好它的中文名字叫什么，有知道它在中国市场的名字的小伙伴，请告诉我。Cryalkaline 的特点是改变了其肌酸的酸碱度，提高了它在胃部的稳定性，增加了吸收利用率。因为增加了吸收利用，所以也就减少了食用的数量。同时，厂家同样建议食用时无需加载期。再下一个盐酸肌酸，盐酸的特点是具有很高的稳定性，而且与其他物质结合时，在水中的溶解度很高。除此以外，盐酸肌酸既不需要加载期，而且每天食用1至2克就可以了，这就大大减少了肌酸的食用量。它是所有肌酸产品中食用量最少的一款。最后一款硝酸肌酸，硝酸肌酸比纯肌酸具有更高的稳定性。硝酸根是带有负电荷的离子，它与水分子中氢原子有很强的相互作用，使其在水中有更高的溶解性。而且硝酸盐在体内可以被转化为一氧化氮，食用后可以扩张血管，增加肌肉的血流量。训练前食用非常适合装逼。以上4种肌酸利用其稳定性和溶解性，在吸收利用方面打败了纯肌酸，但是在食用效果方面，没有权威机构为它们背书，没有显示在食用后比纯肌酸产生更好的效果，而且它们的价格普遍比纯肌酸高很多。因此，如果你的肠胃功能不好，荷包比较硬，而且喜欢尝试新鲜事物，你可以根据情况选择这些肌酸。还有一款额外的产品，肌酸血清，它是一种液体形式的肌酸，通常是舌下含服。肌酸血清宣称能够更快的吸收利用，因为它不通过胃部消化，而是直接通过口腔黏膜进入血液，就是每次滴在舌下含服。它的成分是肌酸和水，在前面的视频中我讲过，肌酸在水中不能太长时间，不然就会转化为肌酐，这样就失去了肌酸的效果。那么肌酸血清的生产厂家会添加稳定剂和防腐剂，延长产品的保质期，减少肌酸到肌酐的转化，同时还会调整液体的 pH 值，以增加肌酸的稳定性。这点与 Cryalkaline 思路相似。很多观点对肌酸血清是否解决了肌酸在液体中不稳定的问题提出了质疑。当然，到底是真没用，还是来自于其他肌酸产品厂家的抹黑，我就说不好了，因为它的价格已经把我拦住了。好，到现在结合我前面关于纯肌酸的视频，我已将市场上99%的肌酸产品给大家都讲了一遍。我根据它们的特点做了一个产品比较表格，给大家2秒钟的时间截图研究吧。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